为什么在中国式家庭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说了算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什么喜欢追求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比如上交工资卡等等？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式家庭不能用心去爱孩子？为什么生活中大量的发生忽视孩子的情况？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中国家庭的自杀游戏，无回应就是绝境这两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中国家庭的自杀游戏，北大学者吴飞用数年时间在河北一个县做关于自杀的实地调查研究，最后写就了《浮生取义》一书。用数年时间专心实地调查研究，仅这一点就很难得。毕竟在我的理解里，国内能如此踏实地做调查研究的学者真的是不多见。同样重要的是，吴非又有极强的哲学头脑，这一点也不多见。这两个优点同时在一部书中汇聚，自然会是罕见的好书。所以这部书也被国外学者称为继法国学者托尔干自杀论之后，关于自杀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其实托尔干的自杀论我本科时读过，完全没有留下什么感性的印象，所以目前这部书在我这里还称不上一部重要的书。但《浮生取义》这本书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也进一步帮助我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所以很想推荐给大家。并且与自杀论不同，《浮生取义》自杀故事的描绘也相当细致清晰，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所以读起来不会令人索然无味。我家也在河北农村，现在是一个约4000人左右的村子，对于吴非所描绘的自杀事件和自杀未遂事件都相当熟悉。不过，如果这本书只是一部关于自杀的书，那么它就只适合少数人阅读了。比这一点或许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自杀事件的调查，发现了中国家庭的核心逻辑，这一点最难得。这种核心逻辑不仅是农村家庭的，也是中国所有家庭的，所以为家庭问题所困的人都可以读读这本书。关于中国家庭的核心逻辑，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简单说法，那就是过日子。也有一个略显复杂但更容易帮助人理解的说法，也就是家庭政治。先说家庭政治，吴非认为中国家庭和中国社会的运作规律都可以用政治这个词来描绘。而玩家庭政治的时候，家庭成员凭借着两点，权力资本和道德资本，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在积攒这两个资本。积攒它们又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在家庭这个亲密关系大集合体中获得一种资格，这种资格就是我说了算。有权力资本的人应该轻易不会自杀，自杀的常常是觉得道德资本攒够了，却发现得不到这种权利资格的人。比如一位女子为家庭尽心尽力，与丈夫和其他亲人的关系都还不错，也似乎得到了尊重，但当她发现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时，她自杀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攒够了足够的道德资本，却发现生活也不能如她所愿，不管她的道德资本多么丰厚，都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最后她选择了自杀。自杀是攒够道德资本的终极方式，通过将自己放在似乎绝对受害者的位置上，将对方放在似乎是加害者的位置上，死者的道德资本进一步增加，似乎可以在自己死后迫使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这有时候能奏效，有时候则只是一个幻觉。比如这位女子的儿子在妈妈死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打电子游戏，有时这种心理游戏进行得非常巧妙，巧妙得令人无比郁闷。一位父亲，他和儿子住在一个院子里，自己房间的梁断了，需要维修，他自己做不了这件事，需要儿子帮助。但是他不跟儿子讲，而是请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来他屋里看。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借这个老师的口告诉儿子，要他过来维修。这位老师也这样做了，但儿子说爱修不修，没管这事儿，结果父亲自杀了。对此，吴非借这位老师的口分析说，儿子并不是不修，如果父亲主动跟儿子讲，儿子会修，但父亲通过一个尊者给儿子施加压力，迫使儿子来修，儿子自然不愿意。那么父亲为什么不向儿子直接开口呢？吴非说，如果直接开口，就为着父亲在求儿子，而去求儿子则好像需要损害父亲的道德资本。假如不用求，儿子主动来修，那么这个道德资本就没有损耗，
父亲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是很有面子的。这样的故事我一方面很熟悉，另一方面又厌恶至极。原来我回老家时还爱和邻里的长者们聊聊天，但现在我一听见他们讲话就害怕。我知道自己怕的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里腐朽的道德游戏的味道。这种家庭政治的中国俗语是过日子，这个词语无非看得很客观，甚至还将过日子的哲学给美化了，但我很讨厌这个术语。什么叫过日子呢？概括说来，就是遵守农村的一套规范，在这套规范下过得最像样，就是典范了。比如大家都结婚，所以你也要结婚，而且要结得最像样。大家都办丧礼，你也要大办，你要办得最隆重。大家的儿子都盖了房子，你也要这样做，而且要盖得最气派。总之就是追求大家都在追求的，而且要比别人更像样一些。说追求还不算太对，追求还算是一种境界，准确说来是做，大家都在做的，但做的比别人更像样一些。甚至像样这个词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像样不像样没有客观标准，关键是邻里乡亲怎么看。如此一来，假如我在农村里生活，哪怕我学高八斗最有钱，但仅仅因为我36岁了还不结婚，而且据说还不打算要孩子，就会被视为根本不会过日子而被人笑话。在作者看来，日子过得好也是一种境界。他还讲述了他备受尊敬的姥姥的例子来阐述这一境界。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家庭政治是缺乏灵魂的，甚至追求尊重这件事本身就是缺乏灵魂的。在过日子的阴影之下，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着，你担心我怎么看你，我焦虑你怎么看我，而至于你怎么看你自己，我怎么看我自己，这种自我认识的东西就彻底被忽视了。尽管对吴飞的观点有争议，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巨著，不仅是社会学巨著，也是关于人性的著作，并且大家都能读懂。如果我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故事刺痛了你，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读一读这本书。以上这些文字是几年前写的了，现在回头看，这些复杂的家庭政治其实就要归结到一句话上，那就是你们要听我的。如果我有权利，就直接命令你们听我的；如果没有，就攒道德资本，通过让你内疚的方式来听我的。如果还做不到，就死给你们看，用自杀的方式让你们听我的。一首歌叫《死了都要爱》，而中国家庭则常常是死了也得听我的。并且在咨询中，我听到了比吴飞这本书中更为夸张的故事。比如我一位来访者，他的4个姨中2个自杀成功，1个疯掉，其他远一点的亲戚也有多人自杀，都是一点小事就闹自杀，这可以理解。对于巨婴而言，既然我要求别人无条件听我的，那当然没有小事了，每一件事都可以要命。正在写这些文字时，湖南娄底的一所小学发生了一个悲剧。因为要办毕业典礼，一个小学男生叫了几个同学，将桌子摆成了回字形，准备迎接典礼。而这个男生将要在这个典礼上讲话，但典礼下午才办，而上午还要上课，所以老师要求学生们将桌子椅子重回摆回上课时的正常模式。这个男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冲击，他哭泣沉默，老师安抚过他，几个同学也一直安抚他，但他最后还是跳楼自杀了。这也是同一种味道，我辛辛苦苦摆好了桌子椅子，我的意志已经展现，为什么你轻易就驳回了我？我恨死你了，但我不能攻击你，所以我就死给你看，要你知道你大错特错，你本来应该听我的。中国人的生生死死常常就是这么个味道，无回应就是绝境。我们都是全能自恋的龙，因为惧怕它而成为没有力量的好人，合理化它而发展出孝道。他失控时也十足的可怕，世界如他所愿时，他体验到全能神的感觉；世界不如他所愿时，他会变身为充满毁灭欲的恶魔。当 A 不是答案的时候，负 A 也不是。放纵龙的全能感，比如让父母在孩子面前享受全能感，不是答案；压抑龙，切掉他的活力，也不是答案。龙的问题是，他或者是龙，或者是魔，却唯独没有成为人。每一个生命当被切断在一个孤独状态时，他就或者是神，或者是龙，或者是灭掉了生命力的好人。当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能取得真正的链接时，他就成为了人。所以答案在这里。精神分析说，无回应之地就是绝境。中国式的地狱其实都是由此而来。
毕节的4个孩子死于什么样的绝境。2015年6月，贵州省毕节一个家庭的4名儿童喝农药自杀，这太虐心。几年前，毕节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5名流浪儿冬天在垃圾桶取暖，都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这2起惨剧发生之前，我就留意过毕节，因为那里频频爆出虐待儿童的事情，比如贵州金沙县10岁的儿童杨科贤饱受虐待已达5年之久，施暴者就是他的亲生父亲。贵州毕节市的一对夫妇长期虐待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他们不仅用铁丝抽打、罚跪、钉子、毛线穿耳，还多次用烧红的火钳烙孩子屁股、嘴唇等等等等。以前我也将这些事情和贫穷联系在一起，但最新发生的这起惨案让我对这一视角有了怀疑。首先，这个家庭有漂亮的2层楼房，先是网友预估造价不少于20万元，而后官方也说造价不少于20万。其次，并不是穷到没饭吃，家里有玉米，还养了2头猪。再次，也并非没有人理。有报道称，应该是老师的张胜对记者说，几乎每一次老大不去上课，他都会去他家里做工作，给他讲在学校里有免费的营养午餐，可以和大家一起玩。兄妹们辍学后，乡干部和学校教师前后6次去动员他们回校上课。胡海峰说，他5月13日第2次到他们家时，听到孩子在里面跑，但怎么敲门都不开门。这些细节显示，将责任归于贫穷以及政府是没有道理的。甚至还有人说，他们的父母只负担小部分责任。这种思考不知道从何而来。事实显示，其父母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母亲已离家出走；第二，父亲有严重的暴力行为；第三，或许比暴力更糟糕的是，父亲也离开了这个家，联系不上了。说或许是因为也许暴力造成的阴影更胜于父亲的离开。这4个孩子是中国几千万留守儿童中的代表。关于留守儿童，网上有这样的习惯性说法：贫穷，所以大人必须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现象。政府解决不了贫穷问题，所以政府负主要责任。写这些文字的人说自己没经历过贫穷，但是在农村长大的我经历过，所以我有亲身体验，也说说自己的思考。首先，我认为贫穷不是主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人养育孩子的奇怪方式，好像不管怎样都要把孩子，特别是婴儿养得像弃儿一般。也就是说，不管家庭条件怎么样，孩子就是不跟在父母身边。其次，虽然留守儿童现象让人心痛，但也别无限放大它的可怕。实际上，我们一代代人早就习惯了这种养育方式。我见到的无数案例中，就算父母不需要出外地打工，但父母仍有各种选择，让孩子和自己分离，比如给老人养。给老人养还是最好的，因为老人容易溺害孩子，而很多人和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但一回到父母身边，噩梦才刚刚开始。但是不管老人对孩子多好，这都意味着孩子遭遇了被抛弃的经历，并且老人通常要带多个孩子，这意味着你不可能获得父母的那种爱，而且心理上仍然有寄宿感。夸张的如福建一些地方，他们习惯让孩子从小就跟各种亲戚，就是不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比如有的富有家庭，谁有空谁就带孩子，于是大家开车将孩子送来送去。这意味着孩子没有稳定的跟着一个养育者。必须知道的是，孩子越小，越需要稳定的有质量的爱。不断变换养育者，对他们是一种很大的折磨。再次，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即便孩子身边有养育者，养育者对孩子的方式也是有种种问题。比如毕节屡屡爆出的超恶性虐待孩子的新闻，反映了很多问题。我讲讲我小时候的经历，这真能说明很多问题。我在河北农村长大，1974年生，我的姐姐大我4岁，哥哥大我8岁。我们那儿的习惯是壮劳力如父母，去田里干活拿工分养家，而老人带孩子。但我们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很差，他们只向我父母要粮食和养老的钱，但不给我父母带孩子。哥哥姐姐还小的时候，我妈妈还挣扎过，比如将孩子送过去，但爷爷奶奶不管，结果导致姐姐走丢。于是我妈一狠心就不去地里干活了，自己带孩子。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妈妈的这份决心还不够彻底，
所以哥哥姐姐都有在爷爷奶奶家不被管的遭遇。但到了我这儿，我妈彻底接受了现实，不再挣扎，于是我就受益了。记忆中，我一直都是我妈妈带大的，这应该是我们那个村绝无仅有的事情。妈妈这样的壮劳力，不去地里干活而在家带孩子，因此妈妈遭遇了很多白眼。其中我们看到习惯性的思维，也就是去地里干活挣钱比带孩子重要多了。按照心理学的理论，孩子要跟妈妈长到3岁，而且妈妈的爱要有质量，如此就可以形成基本的安全感。虽然我妈妈的养育方式也有很多问题，而且她自己有严重的抑郁症，但至少我形成了基本的安全感。其实老人不给年轻父母带孩子的事在村里多着呢，但只有我妈妈狠心留在家里带我。她的说法是受不了孩子哭。那么其他父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很简单，就把刚生下来的孩子放在炕上，在炕边做一些防护，防止孩子掉下来就可以了。然后父母就去地里干活，这样就有了一个惯常性的笑话。有一天从地里干活回来了，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会在炕上走路了，于是父母们带着惊讶到处校长宣扬说，我们家的孩子自己会走路了。对婴儿来讲，这是极其可怕的经历。我通过咨询发现，如果婴儿身边没有人陪着，那意味着他时刻处于地狱中，甚至他时刻都是在和魔鬼打交道。用稍微理性的话来说，也就是精神分析的一句名言，没有回应的地方就是绝境。我在想，杀死毕节那一家4个孩子的就是这种绝境吧。虽然老师和社会对他们有回应，但那无法替代父母。母亲消失了，父亲电话也打不通，而很可能的是，他们心中从婴儿期就一直活在这种绝境中。他们受够了。为什么要让孩子处于这种绝境中？为什么必须去打工？我想比贫穷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国家可能每个地方都有这样一种主流思维，那就是挣钱胜于带孩子，面子胜于家庭温暖。别说我老家农村，也别说留守儿童，就算在亿万富豪的家庭里，多少孩子也仍然像留守儿童一般。在我的朋友中，很明显，在欧美企业工作的人对待家庭的重视远胜于其他人，他们的周末都尽可能留给家人。我们总说东方文化更重视家庭，这种重视体现在哪儿了？或许主要体现在裙带关系上，也就是家庭是用来构建权力体系，从而在社会上更好的生存。至于爱，不重要。对于贫穷，我有深刻记忆。我家5口人，只有爸爸一个壮劳力，妈妈只是偶尔去地里干活。当然，我长大后就不一样了，还要将口粮和分红给爷爷奶奶一部分。而且我和哥哥都一直在读书，哥哥读到高中，我则一路读到研究生，那真是一直生活在贫穷中。我们那的农村不算穷，但我家是村里属于中下的。贫穷的最重要标记是吃不饱，是挨饿。这一点我好一些，哥哥姐姐都有过挨饿的经历。而哥哥之所以高中没读完，是因为家里缺钱，让他在学校里吃不饱。最穷的时候，我的记忆是家里连买火柴的钱都没有了。那是妈妈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其实也就说了我一句，因为我在家里的抽屉里找到一点钱，去买了作业本，但不知道那是家里最后剩下的钱。此外的记忆是，每年春节前，镇里有持续7天的庙会。一次妈妈给了我2毛钱，让我去庙会玩，而遇到的小伙伴，他们至少都有1块，多数有2块以上，这让我有一点屈辱感，但也只是一点点，我基本没在意。虽然在这样贫穷的家庭长大，我并没有因此而自卑。读大学时，我是全班36名同学中唯一一个父母都是农村户口的，于是每次奖学金都有我的份儿，但我花钱不算节俭的。于是有同学对我有意见，我就反驳说，你们谁家是双农村户口的？他们就说不了什么了。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也对我说过，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因为自己是农村来的而有一点点自卑。学了心理学，我明白，真正自信的基础是爱，而自卑的基础是因为爱的匮乏。虽然条件不好，也可以导致一定的自卑，但这远不如爱的匮乏对自信的形成作用大。爱是无形无质的东西，相对于它，我们社会更在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有调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我一个朋友说，他曾在4个国家问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他们对中国人最大的印象是什么？他们都用了勤劳一词。农村里的壮劳力出来打工，城市里的年轻父母忙着上班，亿万富豪们也都在拼命。但是，我们真的要去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我常常有这样的想象，那就是或许大多数中国人都如孤岛一般，只能用脑袋和语言与别人建立起一些可怜的链接，而感觉和情感，或者简单说是心，是关闭着的。每个孤岛都在严重缺乏回应的家庭中长大，我们也因此构建了缺乏回应的社会与国家。等我们做了父母，又将无回应之地的绝境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大人们一旦把心关上了，就可以像没事人一样活着，将生命延续下去。但孩子，他们的心还没有关上，无回应之地的绝境或许会直接杀死他们。毕节这4个孩子，他们不是死于贫穷，而更有可能是死于无回应之地的绝境中。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我们今天读了中国家庭的自杀游戏、无回应之地就是绝境这2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